宝宝好，有宝问这是啥呀？聊这个我们熟啊，这是葱，为防看不懂，我们给一个繁体字儿。不是来也匆匆去请匆匆的匆，而是你以为你算哪根葱的葱？其实吧，远看起来绿了吧唧一片，挺难分辨的。毕竟葱和蒜都是石蒜科葱属植物。但是再看看这个开沟起垄的方式，还有这一排排的间距，是葱的可能性比较大。所以别装蒜，土话叫深栽葱浅种蒜。种葱的流程和水稻有点像，是先要育葱苗，然后再移栽定植到大田里。移栽之前呢，开沟起垄非常重要，一是有利于生长过程当中的通风排水，减少病虫害。常见的大葱病害有大葱软腐病，就是从根儿上就软了、坏了、腐败了，会散发出恶臭味。还有大葱双霉病，霉菌是会传染的，一旦发现就要拔除病株，清理病残体。所以开沟起垄可以理解为对坏东西所控，这两个字啊也有繁体字版本，也可以理解为对坏东西步步进逼。起垄呢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方便后期培土。吃大葱主要吃什么呀？吃葱白。葱白就是葱叶过渡到根部的地下鳞茎，所以呢多培几次土就能让它的鳞茎部分长长。原理大概就是绿的太多咋办呀？埋了它。过去这些步骤啊还是很依赖人工的，但是现在不管是开沟起垄还是培土，大葱种植管理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了。你要是去葱田看一眼那些机械，得感慨一句，真的好机车哎。另外，培土还能有效防止大葱遇到大风倒伏，当然东风不一定防得住。那绿色当中的白点点是啥呢？是葱开花了。葱花的花语是啥呢？据说啊，因为葱和葱，所以葱花的花语是聪明。那大葱花就是大聪明。大聪明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是的，葱有花，而且有种子，农民当然可以自留种。但是现在杂交葱种子越来越普遍了，杂种是有优势的。葱的杂交制种逻辑和杂交水稻也类似，也是用雄性不育系作为母本。不过葱的结婚逻辑跟水稻不太一样，通常情况下呢，它是异花传粉的。葱花本身算是虫媒花，但是它比较鸡贼，给的蜜不够多，蜜蜂就不太搭理它，自己没啥本事，天天光想着伸手要好处。多说一句啊，有实验表明，葱的亲戚洋葱，苍蝇传粉的效果还挺好的。在葱的制种田有用人工传粉的，效果更好的是用雄蜂来传粉。感谢社会我雄蜂哥吧，来个表彰海报，社蜂啊，还是换成繁体字的。种大葱的土地一般需要轮作倒茬，否则呢病虫害会加剧，越毒它就越毒。不明白这个道理，等到出了大问题，农技专家就会告诉你，后悔贪心了。最后提醒一下，大葱啊虽然挺耐放，歇后语不说嘛，过冬的大葱皮儿焦根儿枯心不死，但是趁新鲜收掉更好。就这样子，啥酱啊？大葱蘸大酱。